朝鲜国运已经到了。面对这个存在感日益提高的神秘东亚小国，许多人的心里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朝鲜的这一系列变化始于12年前，金正恩成为朝鲜的第3代领导人。彼时，朝鲜内有粮食之忧，外有强敌之困，成为新领导人的金正恩要如何破局？1984年1月8号，金正恩出生在朝鲜江原道的元山市。在元山，金正恩得以接受了朝鲜政府为其安排的一整套教育内容。这些教育的内容既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多个学科，甚至还包括了中文、俄语和英语。按部就班的学习计划在1996年出现了变动。当时，为了国家的未来考虑，朝鲜的第2代领导人金正日决定将金正恩与金宇正送到瑞士去留学。在校期间，金正恩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甚至还自修了德语。除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之外，金正恩还经常会在课余时间打篮球。根据金正恩的同学回忆，青年时期的金正恩经常会在宿舍里张贴美国球星迈克尔·乔丹的海报。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和其他同龄人也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除此之外，金正恩还非常喜欢迪士尼的卡通人物。英国 BBC 广播公司曾经在2010年曝光过一张金正恩的信用卡账单。根据上面的交易流水显示，他曾经到东京的迪士尼乐园游玩过。2009年6月，韩国情报院的一名官员向媒体透露，朝鲜官方已经将金正恩确定为了最高人民会议的候选人，这相当于是正式确定了金正恩作为朝鲜第3代领导人的身份。在同一时间，日本的共同社也连续多天登出新闻报道了金正日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一时之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朝鲜的身上。但朝鲜官方一直没有针对外国的这些舆论做出任何回应。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其国内的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2011年12月17号，朝鲜的第2代领导人金正日突然与世长辞。与此同时，金正恩也正式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了朝鲜的国家大权。从此以后，朝鲜正式进入了金正恩时代。与历史上绝大多数继承父位的领导人一样，金正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思考如何去领导国家，而是要在朝鲜的领导层内部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因此，在成为领导人之后，金正恩就立刻裁撤了一大批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军官。由于从金正日时代开始，朝鲜就不断推行先军政治思想，整个国家的建设都要给军队和国防工作让道。久而久之，一些军队当中的官员就形成了庞大的腐败集团。金正恩上台之后，严厉打击了这些军中的腐败分子，反腐的力度之大，层级之高，令许多朝鲜民众感慨不已。在金正恩上台之初，一些朝鲜人民军内部的老牌将领还不将这个领导人放在眼里，但他们很快就见识到了金正恩的霹雳手段。金正恩直接下令逮捕了自己的姑父张承泽。据可靠情报显示，张承泽曾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还大肆打压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金正恩直接下令将张承泽处死。张承泽的死也彻底为金正恩在朝鲜人民内部树立了充足的威信。在稳定了军队的局势之后，金正恩终于可以着手推进自己的改革措施了。在朝中社公布的官方新闻画面中，金正恩身穿西装，脚蹬皮鞋，他的这一形象与朝鲜的前2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相关的画面被发布之后，许多人都认为金正恩是一个十足的改革派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朝鲜有望实现自建国以来的经济腾飞。事实上，金正恩也的确将朝鲜的经济工作看成了所有工作中的头等大事。虽然金正恩也继承了其父先军政治的思想，但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必须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新生活。靠着自己在瑞士留学时所学的经济知识，金正恩开始在朝鲜内部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他和朝鲜的农业专家发现蘑菇可以有效地替代部分粮食作物。如此一来，朝鲜苦难行军时期所积攒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就有望得到改善了。随即，金正恩下令在元山等多个城市兴建蘑菇加工厂。与此同时，朝鲜也加快了实现粮食自给战略的步伐。根据外国学者的估计，朝鲜在2017年左右就完全摆脱了粮食困境，这是金正恩时代对朝鲜社会带来的最为直观的改变之一。在逐步恢复了粮食供应之后，金正恩下令在朝鲜的各个城市陆续恢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等公共娱乐设施。如此一来，朝鲜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满足。另外，金正恩上台之后，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推行朝鲜官方制定的一整套住房改善计划。
按照这项计划的指标，那些建于金日成时代的居民楼将会被逐步翻新，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客观的来说，金正恩时代是朝鲜建国以来变化最快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在瑞士留过学的领导人，金正恩曾经亲眼见证过西方工业文明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改变。曾经的朝鲜也的确靠着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步入过工业社会。然而，由于朝鲜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曾经所有美好的生活和物质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了。这些历史教训让金正恩深刻地意识到，朝鲜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否则整个国家就会始终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之中。可是，朝鲜只不过是一位位于东北亚的小国，要想让朝鲜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要想实现发展，朝鲜就必须对外开放。这个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摆在了金正恩的面前：朝鲜到底该如何实现自己开放和发展的目标呢？其实，金正恩一直都有意要为朝鲜打开国门，但国际上的大环境对朝鲜这个国家却相当不友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对朝鲜保持着敌视的态度。曾经，金正恩希望从西方购进粮食来缓解朝鲜的危机。但这个正常的要求却被西方国家以联合国制裁为由给拒绝了。在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金正恩也多次通过朝鲜方面的外交人员释放出想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但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对金正恩的这些声音置若罔闻。转机出现在2016年，当时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位酷爱出风头的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后，立刻就展现出了对朝鲜的友好态度。特朗普表示，他并不介意与金正恩进行会晤，更希望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之中。在听到了美国方面的表态之后，朝鲜官方也适时进行了回复。随后，金正恩便与特朗普进行了2轮会晤，双方不仅在媒体的面前握手谈笑，甚至还互寄了亲笔信。事实证明，金正恩对于美国这些靠选举出身的政客还是缺乏一定的了解。虽然特朗普嘴上答应了金正恩提出的各种要求，但美国政府却并没有将特朗普的这些话付诸实践。在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美国方面几乎立刻就回绝了朝鲜提出的所有要求。直到这个时候，金正恩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特朗普当成了竞选拉票的工具。对美国的外交失败让金正恩感到有些气馁，所以在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从此以后，朝鲜便加速向中俄2个大国靠拢，朝鲜人民军也不断向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试射火箭和导弹。这些频繁的军事动作让旁边的韩国和日本都感到格外紧张。2020年恰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运动发起70周年，金正恩以极高的礼遇向中国方面的同志表达了谢意。2年后，当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改善关系时，金正恩也立刻表达出了积极的态度。这意味着，在经过失败的尝试之后，金正恩的外交选择正在逐渐走向更完善的方向。从政治地位和个人权势上而言，金正恩的确是最牛的80后，但其背后所代表的责任与压力也同样困扰着这个小国的领导人。目前看来，金正恩合格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的带领下，朝鲜正在稳步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朝鲜的未来究竟要走向何方，或许并不完全是由金正恩决定的。朝鲜的发展之路也可能依旧充满各种坎坷与曲折，但在国际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或许朝鲜人民也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金正恩是朝鲜的国家元首吗？并不是，因为1998年朝鲜改了宪法，把国家主席这职位给废了，并规定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这就意味着，尽管金家牢牢掌控着朝鲜，但却不是朝鲜的国家元首。而从1998年到2019年，整整21年，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都是同一个人——金永南。有人可能会问啊，金正恩上台后手腕多硬呢？军中2号人物李英浩说拿下就拿下，亲姑父张承泽说处决就处决，为啥偏偏对金永南始终没有动过手？这金永南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在朝鲜这么复杂的政坛里稳稳当当待这么久，最后还能安安稳稳退休？咱们先看看这金永南的基本盘。1928年出生，活了91岁，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3代领导人都伺候过，在朝鲜那种环境里能熬这么久，绝对是有2把刷子的。83岁那年，27岁的金正恩刚上台，局面乱得很，还是金永南冲上前帮着稳住的，一直到91岁才甘心退位，说是朝鲜政坛的老妖精都不为过。这老爷子年轻时可不是啥豪门子弟，
就是个普通人，小时候因为朝鲜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跟着家人逃亡到黑龙江木兰县讨生活，后来朝鲜光复后才回的朝鲜。1949年，21岁的金永南加入朝鲜劳动党，算是正式踏入了政坛。1953年从金日成创办的学校毕业后，被送到莫斯科国立大学学外交，在苏联待过的这段时间，让他眼界和能力都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为他后来在外交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国后，金永南就扎进了朝鲜劳动党的国际部，从最基层慢慢往上爬。1963年成为了国际部副手，1972年又当上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的副老大，1978年挤进党中央政治局，这才算真正进入核心圈子。1983年，他坐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和外交大臣的位置，朝鲜的对外交往就交到他手上了。这一条路走过来，没靠啥背景人脉，全凭自己实打实的本事。1998年对金永南来说是个大转折。那年9月，朝鲜重新修订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制。按照新的朝鲜宪法，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即代表国家，而他刚好被任命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也因此被西方媒体视为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个职位有意思的很，权力没想象中那么大，但挂着国家元首的名头，对外谈判、签合同、招待外国贵宾这些事儿全归他管。当然，别看这职位听起来风光，其实更像是个形象代言人，真正的实权还在劳动党和军方手里。金正日依旧被西方媒体称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这次修宪被认为是金正日时代的开始，也是金永南正式成为朝鲜政坛2号人物的印证。可就是这个位置，金永南一坐就是21年。金永南能在金日成时代就崭露头角，靠的可不是运气。那会儿他在外交领域就表现出过人的天赋，金日成看他是个可塑之才，才一路提拔他。到了金正日时期，金正日不太擅长公开场合讲话，对外发生的活基本上都落到了金永南头上。17年里，他成了朝鲜最主要的代言人，不管是跟外国领导人会谈，还是参加国际会议，总能把朝鲜的立场和态度亲切地传达出去，成为西方聚焦朝鲜2号人物。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顾问、朝鲜问题专家庄锡昌曾这样说：在朝鲜，金正日把握大局，实质性的问题则由金永南负责具体操作，他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物。2008年9月9号，朝鲜迎来了建国60周年国庆日，金正日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到场出席庆典当天的阅兵式，引发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在内的西方媒体猜疑。他们一致认为金正日可能病重。作为此次庆典的最高主持者，金永南表现出成熟老辣的一面，不仅顺利完成庆典活动，还强势回应流言蜚语，坚称金正日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堵住了悠悠众口，没有让流言影响到朝鲜局势稳定。2011年金正日去世，27岁的金正恩接过担子，朝鲜政坛一下子就像开了锅。这时候83岁的金永南再次站了出来，在金正日的悼念仪式上，他当着众人的面明确表示支持金正恩，还带头用最规范的礼仪向这位年轻的新领导人致敬。这一下就给其他官员做了个样子，大家也就跟着认可了金正恩的地位。不光是表态，金永南还实实在在帮着金正恩稳住局面。那会儿朝鲜内部有些人心浮动，是金永南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威望，在党内和政府里四处协调，才让新政局慢慢稳定下来。有一次金正恩要推行一项新的经济政策，不少老臣有抵触情绪，还是金永南出面跟那些老臣摆事实讲道理，才让政策顺利推行下去。有人可能会想啊，金永南权位这么高，又深得人心，就没点野心？还真没有，他一辈子都拎得清自己的位置，不管在谁手下做事，都只做自己该做的事，绝不越界。当了21年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手里握着不少资源，可他从来没搞过小圈子，没培养过自己的势力。每次开会，他总是把主要话语权让给最高领导人，自己只在需要的时候补充几句。就拿外交工作来说，他每次出国访问前，都会把详细的计划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行动。回国后，又会第一时间把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清楚。这种绝对的忠诚和谨慎，让3代领导人都对他放100颗心。金永南的外交本事那可不是吹的，他身材颀长，言谈斯文，用词考究，是一位儒雅的外交领导者。外交交涉中，一般应做到有问有答，赞成时不失张扬，婉拒时不失礼貌。金永南在这方面堪称典范。1988年，他跟着金日成访问苏联，1992年又去了中国，2003年还见了普京。这些经历让他在国际上积累了不少人脉和经验。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处理中朝关系的方式。1988年，中国准备松动和韩国的关系，前期征外长跟他沟通时，他没急着反对，而是说会把情况汇报给金日成，既给了中国面子，又维护了朝鲜的立场。1992年，中韩建交，中朝关系降到冰点，前外长曾受中央的委托前往平壤，向金日成转达江总书记关于中韩要建交的口信，也是金永南从中斡旋，使得双方虽然关系冷，但未翻脸。1999年，金永南访问中国，成了自1991年金日成访华后第一位访华的朝鲜国家领导人。这次访问，他没提过去的不愉快，而是着重谈未来的合
合作，一下子就把中朝关系拉回了正轨。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不仅参加了开幕式，还亲手把火炬交给平壤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把中朝友谊的氛围烘托得足足的。在处理和韩国的关系上，金永南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始终坚守朝鲜的核心利益，绝不允许韩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他也不排斥和韩国进行交流。2018年平昌冬奥会，他带队参加，看到朝韩代表团共同举旗入场时，这位80多岁的老人当场就红了眼眶。后来看到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又忍不住落了泪，这眼泪里藏着他对民族统一的深深期盼。同年4月27号，金永南还陪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越过军事分界线，出席朝韩首脑会谈，见证了朝韩世纪一握。面对美国，金永南的态度就强硬多了，每次谈到核问题，他都寸步不让，明确表示朝鲜发展核力量是为了自保，谁也别想干涉。但他也没把话说死，总留着点对话的余地，让朝鲜在和美国的博弈中不至于完全被动。2019年，91岁的金永南宣布退休，这个时间点选得太妙了。那会儿金正恩已经完全掌控了朝鲜的局势，地位稳固得很。他要是早点退，可能会让金正恩少个得力助手；要是晚点退，说不定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他一退休，崔龙海就接了他的位置，朝鲜政坛也开始有更多年轻人崭露头角。有人说金永南太圆滑，一辈子都在看别人脸色行事，可换个角度想，在那样的环境里，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呢？他用自己的方式，不仅保全了自己，还为朝鲜做了不少实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看完金永南的故事，大家觉得在复杂的环境中，是该像他这样懂得收敛锋芒，把握分寸，还是该勇往直前，坚持自我呢？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